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，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？他们是情感导师于波红于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莎娜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周小鹏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辛唐米娜老师，欢迎。接下来的时间，看看今天的4位情感导师如何帮助我们的嘉宾朋友走出他们的情感困惑。各位了解一下这一对的基本情况。我想做的是，他总是承诺得很好，然后就拖着，最后还是按他的想法办。我承诺他的事，我也在努力，但我也需要时间。可他现在什么事都和我拧着干。我为他一步步妥协，可换来的却是他的得寸进尺。我只是想把2个人的日子过好，可他现在根本不配合。有请这对夫妻，有请。郝先生30岁，来自西安，摄影师；曾女士26岁，来自西安，摄影师。欢迎2位哈，等于既是夫妻又是合作伙伴，这么理解 对吗？对。结婚几年？结婚1年，认识了有差不多6年了。那也就是7年之痒了呗。对。今天来是怎么了？就是认识这么久也结婚了，他大大小小的事也基本上从来就不和我商量。我要是有什么。特别莽撞，也不跟我商量，也没拎东西。然后我父母一看他，哎，怎么突然就跑来了？不跟我商量，然后那是不是平时也不尊重我？然后不把我当回事。再加上他是北方的嘛，然后我妈妈是想的，到时候我就毕业了，还是得回南方。我是南方的。你是哪人啊？湖南的，老家是南方的。现在你们都在西安是吧？对，现在目前是在西安。然后就是不同意，觉得远嘛，还有就觉得他莽撞。又觉得是网上认识的，老一辈的人都觉得网上认识的不靠谱。所以你看老人家的想法，他多么的缜密。你这个行为，他首先看到你这小子对我闺女平常不尊重，要不然怎么能不商量就来呢？对，看见没有？所以年轻人啊，别鲁莽着来啊，看起来很男子汉啊，这个行为背后说不定给自己埋了多少坑呢？对，是的。后来呢？后来就是他跟我提分手了。当时我还在苏州上班啊，我去了以后，我也其实心里也不太高兴嘛。然后他爸妈也对我印象不太好。他最后我回苏州以后跟我说是要么就分开吧。当时我也没说分开，然后就没再联系了。
对，然后就有一个暑假吧，我就基本上没怎么联系了，慢慢的。然后是开了学，然后有一天就在我们学校，我宿舍楼下看见他了，他就自己跑过来了。又来这一套。对，他自己又跑过来了。因为我当时我确实想争取一下的，我不想这么容易就分开了。去学校干嘛去了呀？因为我俩一直异地嘛，就是谈了1年一直异地，然后我把宿舍工作辞了，我去西安工作去，就是有一段时间能相处，对我俩的感情也比较好。像个男人，这特打动你吧？觉得好像还挺好，我就原谅他，就和好了嘛。你看，和好了之后，我就说上次那印象不好，要不咱们再试试，这次有点什么准备之类的啊，说不定能改善一下印象。然后我就又带他就回了。这次是你带着回家？对，我们一块儿带着回去了，然后我妈就也。同行，然后他跟我说就是想自己做个工作室，想跟我俩一起，因为我这个朋友认识很多年了，就是我俩关系也好，也处得来。当时跟我说这事儿了，然后当时我俩一算，其实投的钱不是很多，到时候我投了以后哪有不多，都投了有20来万。刚开始没想这么多，刚开始想我俩不到10万就能做起来，但是后来是我们开始装修，然后钱就花的有点多了。那你就忘记了答应人姑娘妈妈的话啦？因为我跟我朋友其实我们那会儿商量过的，就是，因为我们2个人嘛，就是我俩前期把这些店运行起来以后，然后我们后面可以再招摄影师，我就可以不用守在这一块儿。他根本就是把这个事把我扣在这儿了。啊，行。那这么一说，我怎么回嘛？对，我有工作室了吗？对吧？对，你投了钱，我怎么能让你把那个钱打水漂嘛？对。然后就到后面就说咱们也比较稳定了。然后你看要不要订婚啊？因为我在那也托他朋友找了一个兼职的工作嘛，在西安。等于你就没回湖南？对，没回，就找了个兼职工作，因为我不想在西安长期待嘛，所以就找的是临时的，找他朋友也是一个美术老师啊。然后他就说，那也稳定了，咱们要不把婚定了吧？我就想这么多年了啊，那就把婚定了吧。当时我跟我父母也沟通嘛，然后说是去他家，然后我跟我爸妈，我们3个开着车。因为当时挺远的，应该1000多公里吧，开了有1天1夜。不是你说这些没用的干嘛呀？我是说你们自己要开的，你坐飞机不行啊？那说的好像苦哈哈的。我跟我爸妈亲自开车1000多公里，开了1天1夜，我是多么有诚心呐！坐个飞机不是挺简单的事儿吗？你说这干嘛呀？我妈坐不了飞机，那是你妈的身体问题，对不对？她已经开始上演苦情戏码了。我们非常真诚的一家人。驱车1天1夜，1000多公里到了你们家了。对，往下说啊，怎么了？然后当时就是我岳父岳母也觉得我爸妈挺有诚意的。你看，然后呢？当时就把这事儿定下来了呗。就定下来，那没商量一下说结婚？商量了，我爸妈也就是问了一下他爸妈的规划，2个孩子在哪儿发展。他爸妈人也挺好的，就说啊，2个孩子看他们自己，年轻人咱们不管，这意思我妈一听，她更高兴了，那就说那就好，大家都开开心心的把婚一定，啊，这就定下了。他当时没表态啊？
他当时也表态了，他说：“哎，挺好，挺好，以后就在湖南嘛。”然后我爸妈就觉得特别好，然后就才答应了。是答应了吗？我当时是答应过的，但是我现在我也就是没有说是我们以后也不回湖南了，但是现在的时间，行。这就算答应了。对，答应我们就挺开心的，又回西安了嘛。我就想着，那就是不在西安定居，就不要在西安买房子嘛。那当然了，又不打算在西安发展。就先租个房子算了嘛啊，先过渡一下。没多久，他跟我说他在西安订了一套房子，交了定金了，都不跟我商量这么大的事儿，你说这能接受吗？一点都没把我当回事儿。我当时看那个房子，我是没打算定的。没打算定，你看是？因为我俩一人租房住嘛。就是当时在西安那会儿创业，条件特别差，然后那房子里面也没暖气，经常就是我们洗澡也洗一半也没水了，然后他也经常感冒。他那会儿就是因为天冷，就是腿疼嘛，到现在也没好。我想着我俩有个固定的地方住，那也可以啊，我就去看那房子。当时那个售楼部跟我说，这个房子其实就是很多人想要嘛，然后我当时看那个价钱也合适，地段也可以，当时也是头脑一热就把定金交了。啊，你看吧，就因为这事儿，你说我要是自己回湖南，他又不同意。我说我自己回，他死乞白赖的不同意，就求我。这等于是既安了家了，对，就把我也做了事业了，扣那儿了，扣在这儿了呗。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我就想着那房子你那个啥，你都没跟我商量。那婚礼办的时候，我总能自己做主了吧？啊！我说那我婚礼两边要一样，都要办主场，这边也要有婚纱，我娘家这边有婚纱，有司仪，就是有各种灯光仪式。他当时也答应的说，行，都答应你。结果又变卦了。当时去他们家的时候，我爸爸妈妈还有我妹妹都去的特别开心，热热闹闹的，办的也特别好，特别隆重。然后到我家的时候，我当时前一天还问他，我说，那咱爸咱妈也就是他爸爸妈妈，我说，机票怎么弄的呀？也说不用管，他说他都安排好了，而听他的。结果一办就是个回门宴，什么都没有，公公婆婆也没来，就让我特别下不来台。我给亲戚朋友都说的是。是婚礼嘛？这是为啥？根本就不是这个。因为我妈她确实坐不了长途车。不是，那提亲的时候不是坐了1天1夜的车吗？对啊，因为我当时想的就是提亲的时候已经去过一次了嘛。现在婚礼的话，大家都是一边办主场一边回门宴。那你当时不是答应人家两边主场？因为我不答应他没办法，不答应他的话，婚礼他就……哎呀，你真行啊，小子，这个一步一步的哈，这就委屈了呗。对，心里就特别不舒服。这就算婚前是吧？对，婚前了。那婚后就更不得了了。婚后他就老爱挑我刺儿。啊？特别爱挑我刺儿。我没有挑刺儿，因为我们创业阶段嘛，工作很忙的。他在家里面就一点家务也不干，然后每次我回去还得我收拾，就是地也是我擦。如果是我不动的话，那沙发上的衣服可能就堆满了，连坐的地儿都没有。因为当时是他说你留西安了，你也付出了这么多，已经挺委屈了。那家里的事，婚后大大小小的家务啊，都我来包了，啊，就是这样说的。你真信呐？我信。关键主要都是我做的呀，还是我做。但是你也是不是你自己承诺的？我是承诺。是不是你作为赎罪来条件的？但是他也不能一点不做呀。我不做，他也不用把婆婆叫过来吧？婆婆来干嘛？婆婆她说我不做的话，她就让婆婆来。那婆婆来一看这么乱，就收拾呗。我总不能让婆婆在那擦地，我在旁边看着嘛。她家就是西安的是吗？她家不是，但是她过来的话特别近，1个小时高铁就过来了，动车。啊，就几10块钱就过来了，然后就经常就是拿这个事压我。也没人做饭，我也忙得顾不上。那我让我妈过来做，也是给咱俩减轻负担啊。那你这不就是拿婆婆压我吗？而且你也根本就没有跟我商量，她就直接把婆婆。
带骗，就把一大姑娘就骗成你媳妇儿了。那到底还回不回湖南啊？当时说的是那个工作室回本了，就回湖南嘛。回本了吗？工作室现在差不多回来了。啊，那就准备回湖南了是吧？没有，他根本就没有这意思。他说的是工作室这会儿，他现在的问题是我俩一起工作啊，他现在就是，他就故意处处对着我干。有些问题说7、8次也不注意，因为有一次我们去外拍，有个顾客是就2大包衣服嘛，他就只带了1包过去。我又不是学这个的，有时候忘记一点东西那也很正常。他就根本就不顾及什么，就直接在顾客面前开始数落我、骂我和我。就有时候冷不丁的还会这样推我一下，就让我特别下不来台。当着顾客的面说的话，确实是我不太冷静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他一个问题，真的是说7、8次都完全。这不是你当时挖人家去的吗？对啊，就是啊。也不是人家要找的你啊，你自己看的呀。对啊，你让我别干了，我还乐意呢。那也是为咱俩呀，自己的事业呀。那是你的事业，人家的事业在湖南，是吧，姑娘？对，我还说继续干我美术老师挺好的。就是呀。还有一次就是拍一个小朋友，因为小朋友的表情是需要就是引导的嘛。对。他就故意给那小孩让他做一些鬼脸，然后特别丑的表情，顾客也不满意，就是退单。现在就经常是这样。所以你要老使阴招吧，别人也可以使阴招还一下，是吧？而且现在也回本了，你也没有提这个事儿，老是一拖再拖的。现在是回本，但是好不容易现在开始盈利了，然后咱现在回湖南的话，我不是说不回去，回去的话你再租房住吗？最起码你得付个首付吧，回去以后有个房子住吧。那他要攒个首付，那又得攒多久呀？又得多少年？那这得拖到什么时候呀？所以女生是看不到回家的路了，是吧？对，一拖再拖的，我就感觉我现在不相信他了。哎，我问几个问题啊。在西安生活和在湖南生活的差别是什么呀？吃的，然后还有我就是在湖南基本上就鼻炎不会犯，我到了西安就是鼻炎，经常容易发炎，还有发烧。哦，就主要是不太适应，是吧？对对对。你有打算给他生个娃吗？不打算，那生了娃那更走不了了。哦。对，我就不想他工作室越干越好，那越干越好，我不是离回家。丘比特问卷。男生你很厉害，我发现你对付妻子有用不完。
在把你们的婚姻推向悬崖。其实，在开始的时候就有很多的问题，但是你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掩盖问题的人，你把所有的问题都糊弄过去了。麻烦你接下来真诚一点，坦诚一点，就是怎么想的怎么说，怎么说的怎么做，就不要说一套做一套，这样真的特别容易将你们之间的信任撕裂。一旦撕开了一个口子，再想缝上太难了。另外，其实我更想跟女生说的是什么？我觉得你现在在做婚姻当中的木偶人，就是你完全被他牵制着走。不要这样，你现在不能浪费自己的人生时间来跟他对抗啊！你不觉得这是在浪费你自己的人生，浪费你自己的青春吗？我觉得说找一个什么临时工啊，什么兼职什么，这完全是对自己人生不负责任。你不管在哪个城市生活，那都是你的人生啊。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调整一种心态是什么？不要受他牵制。无论在哪儿生活，是你的选择，你要为你的选择负责任，你要为你的人生负责任。在西安，不要依附于他，听他的说去他的工作室工作就去他的工作室，你为什么不靠自己的能力去找一份工作呢？你需要运用自己的能力在这个社会当中生存啊！你每天纠结的是他什么时候跟我回长沙，你应该纠结的是我的人生接下来该怎么走。我可以依赖你，但我绝不依附于你。所以我觉得虽然他是不对，他可能在哄你骗你，但是你不应该在这个骗局当中一再沉沦下去。醒醒吧，好吗？谢谢。好，谢谢莎娜老师。小鹏老师，你会相信一个爱你的骗子吗？一般的姑娘都会说我不会相信，因为骗就是骗。男生，你真的是爱他了吗？我只知道一个信条，爱里边不会有谎言。我绝对相信一点，一个做事儿的人，他不会轻易离开自己的战场。我自己跟你一样，我们都是创业者。谁要告诉我说，小鹏，放弃北京的创业项目，只要回本立刻走，我怎么可能呢？我好不容易回本了，我绝对会要再做下去的，我不可能走掉。所以男生，爱人还是事业，你选哪个？如果你选爱人，那你就只能立刻回去；如果你选事业，就得明确地告诉给他，不会回去的。我希望你在这个地方陪我一起打拼天下。同样，我也想问姑娘，你明知是骗局，你还不愿意被骗，为什么呢？可能是因为你爱他，可能是因为你舍不得他。所以我也想让你自己问你自己，我要不要就在西安生活？因为对于你来讲，其实回哪里，只要跟最爱的人在一起，在哪里都是有爱的。我告诉给他，从今天开始，我陪你创业，不要再选了，我陪你。所以这是你们应该做的决定，而不是只为自己着想。千万记好了，只为自己着想，永远得不到真正的家庭幸福。谢谢。好，谢谢小鹏老师。李娜老师，我一直在想，他究竟是在这桩关系里头是骗你的居多呢，还是不尊重你的居多？然后我倾向于后者。不尊重你，主要是因为你是个小孩儿。他认识你的时候，你是个小孩儿。你回到湖南去，也是要做一个小孩儿，回爸妈身边。你到他身边也是做一个小孩儿，因为一切听他的就好了，你没有自我主张。所以他觉得我什么事儿不用跟你商量。我们对小孩的方法永远都是哄哄，先哄好了就行。小孩说妈妈我现在要吃糖，我们说过会儿，然后给他一个玩具一塞，慢慢的他就忘了吃糖这回事儿。他对你也是这样，你说我要到湖南，他说好的，会的，慢慢的你可能因为忙于西安的事情，他觉得也就忘记了回湖南这件事儿。之所以你把他当小孩，是因为你觉得他没有成熟到可以跟你共同商量这件事情。你们从来没有理智的去讨论过，留在西安我们可能有更好的发展，我们的收入，我们的住房，我们孩子可能将来面临的学习各方面的东西，你没有跟他理智的谈过，你都是敷衍他，会的，会回去的。如果你肯
把她当成一个成年女人，做这一些决定的时候能理智的去跟她商量。她听不懂，教她，引导她，而不是敷衍她。可能她也慢慢的能接受为什么我们此刻要在西安，她也不会这么愤怒，就觉得你怎么什么事情都是骗我的，都是等等等等，到最后都变卦了。试着跟她理智的沟通，慢慢的让她成长起来。不要再老采取哄，因为小孩要长大了。假如他跟你商量了，假如他跟你一五一十的，我们把这个利和弊都摆在这里，写得清清楚楚，考虑过了湖南和西安，你是不是有可能会倾向于他为你们的人生做的选择？所以，记住了，在这里头问题很大的人其实是你姑娘。你都没有做好为人妻的准备，甚至你都没有做好一个作为社会职业人的准备，你就糊里糊涂的变成了别人的老婆了。其实留在西安的你眼前有2条路，就是在他即使不做改变的情况下，你面前也有2条路。第一条路是，我边在西安生活，我边找自己的工作，我不让我老公的朋友给我介绍，因为那将受制于人，由他们决定我的职业方向。我可以自己求职，自己应聘，这是一条。第2条路是，我管你同不同意，你说还要在西安创一阵业，没关系，那我先回我爸爸妈妈那边去。我可以先回湖南去，我们2地分居，但是并不影响我们依然是关系很好的夫妻呀。我们依然可以周末，比如说买个随意飞，然后周末的时候我就飞过来看看你，你来看看我啊。反正是做自由职业，你的时间应该相对还是比较宽松的。可能2地分居着，总有一方决定还是要走到一起了，对吧？但2条路你都没做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缺少自己的人生主动性，你一直在被动的等人安排你的人生。问题最大的就是你，高考失败了。全部的人都告诉你必须得考上大学，你考上了大学，谈恋爱了，男朋友去提亲了，你就嫁给他，你爸你妈帮你在老家找到工作了，你就打算回去工作，男朋友让你到西安去帮你找到工作了，你就去男朋友找到的工作去工作，男朋友告诉你那份工作不能做了，你也就失业了，男朋友让你来他的工作室工作，你也就又上岗了。所以你的人生里头从来没有为自己主动的做过什么。与其被动的永远等人安排自己的命运，你不如想想看，怎么样给自己的命运安排一下。想争取更多的权利和尊重，你得自己先站起来，先为自己发声。谢谢明达老师啊，没啥呀，别皱着眉头啊，路不都指好了吗？由西安回长沙，把她当成一个女性，平等的跟她谈，学会尊重，这不都是路吗？别愁眉苦脸的，想办法吧。啊，爱不爱的，你们自己心里有数。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歌手。今天听了老师们说这么多，我也挺有感触的。主持人的建议其实也挺好，就是我可能接下来我就尽可能的跟我的合作关商量一下，然后如果这边能放手的话，咱俩就一起回湖南。但是可能你也得给我一点时间。我再考虑一下吧，我感觉好像不是。因为我知道我一直以来确实做事情都比较自我，然后我现在也意识到这个问题，以后的我就也尽量改变。行，那我再考虑一下，就这样吧。谢谢2位，请回吧。来看一看这对夫妻作何选择，请开门。回去以后私下商量商量啊，尤其是女生，要提出一个解决方案，咱们来商量。好了，接下来浪漫时刻留给他们吧，各位请见证，这就算给你补一个那个主场了啊！来。谢谢2位，祝你们幸福，请回吧。
接下来有请我们老师进入到金云中央厨房，让我们一起进入爱情保鲜剂。有网友提问说，我跟男友还没结婚呢，我自己身体不好，怀孕几率呢只有一半，属于困难户的那种，想经过治疗，但是经济呢又不允许。现在他妈妈要求我必须怀了孩子才能结婚，我男朋友还是想着我的，可是他妈妈很强势，我不忍心看他两面为难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这样的婆家嫁进去也是只有你受罪，因为从始至终他只把你当做了生育工具。谢谢4位老师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，当然也要谢谢电视机前收看并且陪伴了我们的观众朋友们。下期节目我们再见，谢谢大家。传递生活正能量。天津卫视。